多说。星辰的确为我们国家建设了很多有名的建筑，但是，别但是了。但是星辰的设计概念早就已经落伍了。海湾联排别墅打的是低调、奢华、有内涵的主题，和之前那个国际村的项目有什么区别？毫无设计感。那是住宅，不一样的。没错，那是住宅。住宅就意味着要一味的吃老本吗？你给我坐下，坐下。干什么呢你？坐下。坐下。干什么呀？快坐下。再说了，如果建筑设计变成一味的重复，那为什么要叫建筑设计呢？直接叫建筑重叠不就好了？反正都一样，是吧？那你说，怎么才能不一样呢？打开项目部的大门，大家都用自己的设计作品来竞争，这样才是让星辰吐故纳新的真正的办法。喂，再说了，如果只是一味的用一些旧的观念，哪里会有什么进步啊？你很眼熟哎。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见过。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周总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喝多了。是我不对，哥们儿，我自罚一杯。我先干为敬。周总，这边没人喝过。好，这杯酒我干了。我要的，我玉面小飞龙，交定你这个朋友了。主任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郑薇啊，你到公司工地工作已经有3年了吧？嗯。现在公司对你另有安排。啊，不会就因为我喝酒了，你们要开除我吧？哪能啊！来，你先坐。是给你调职。调职？啊？调去哪儿啊？经理工作部。经理工作部。你很幸运，以后啊就不用去工地工作了。你呢，不光是在经理工作部，而且呢还要担任咱们公司副总裁的秘书。啊，我去当秘书啊？对啊。不是，主任，我是学土木的，我怎么能去做秘书呢？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搞错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。你看啊，我第一不够耐心，不够细致；第二我不擅长写文章；第三我专业还不对口。我学了4年的土木，3年工地，我都白学白干了。哎，对了，侯主任，其实咱们还有一个同事，他也是学土木工程的，也在工地上，他叫黎维娟。我觉得，其实他比我更适合做秘书，您可以考虑考虑他。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设计师，文秘方面什么都不懂，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考虑到我。因为我需要一个有土木专业知识的秘书，而不只是一个外行的花瓶。周总。周总。对呀，这位就是咱们总公司新来的副总裁周总啊。哦，周总。任何一个大学生在新的工作面前，不懂就要重新学。我做事一向认真，所以我的秘书不好当。按照我的习惯，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，不来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安排别的工作。喂，哎呀，没有抽了，已经戒了呢。
怎么样？考虑清楚了吗？我还没想好呢。好啊，没想好可以慢慢想。说好了，给你3天的时间嘛。你比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长大了不少啊。第一次见我，对呀，你跟你小男朋友过来面试的时候。你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大叔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大叔。哼，把你招了进来，居然不认识我了，我真是枉做好人呐。那个不是的，周总，我这个人吧，本来就笨头笨脑、笨手笨脚，你别介意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招进来吗？我知道啊，因为您想录用我以前的男朋友嘛。啊，他变成以前的男朋友了。哦，我没想到我会跟他分开，真的没骗你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星辰集团是一个以建筑施工为主业的企业，以前重点招收的都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。很多女孩子到了工地之后非常不适应，所以我们就尽量避免招收女性，尤其是像你这种一看就是城市长大的独生子女。我知道，但是也许我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吃不了苦。我都在工地待了3年了，我也是有我的优点的。是吗？好啊，到我的办公室，跟我说说你的优点都在哪里，请吧。坐吧。华东建筑大学是一个蛮不错的大学，而且你也是学土木专业的毕业生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你的专业并不算拔尖儿。在工地上待了3年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技术员儿。看着一副聪明相啊，不过都是小聪明，胆子不小，就是欠了些沉稳。长得还不错，不过算不上漂亮。那个周总，时间也挺宝贵的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瞧瞧，刚说你不够沉稳吧？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呢。知道为什么把你留在星辰吗？星辰从来不会留没用的人，我是更不会把没用的人留在我的身边。星辰是一家大公司，内部关系错综复杂。我刚刚坐上副总裁的位置，我需要对星辰的陈旧观念进行革新。你对公司项目部的建议非常的有意思。既然你说他是你的前男友，那么不妨这样想。你进星辰跟任何人无关，包括他。可是您让我像这样坐直升机一样空降到公司，您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你好，你们好，我是第1天来上班的，麻烦帮我找一下郭晨。好的，稍等。
郭晨，前台有人找。娟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娟儿，郑薇，郑秘书，你不要迟到了，走，赶紧跟我走。今天我先带你认识一下咱们公司的环境，好吧？小陈子，哎呀这急李姐急忙忙的又是干什么呀？我新带周渠周总的这个秘书啊，来认识一下环境。周总的秘书啊？对。哟，哎，李姐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咱们改天再聊行吗？喂，快走。这边呢都是咱们的会议室，咱们公司大大小小的会议特别多，所以呢，项目1部和项目2部还是会为抢一个会议室而打破头。郑秘书啊，来，这边就是咱们的公共办公区，这边就是咱们的公共茶水间。哎，郑秘书，郑秘书，郑秘书，啊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不要转头，听我说，在你的左手边。彩色玻璃后面就是邱总率领的项目1部，不要看。在你的右手边，就是周总率领咱们项目2部，感受到了吗？有点想象力啊，2个部门之间那个火苗啊，蹭蹭蹭的，感受到了吗？哎，郑秘书，郑秘书，从今天开始，项目1部那边你不要看，不要问，也不要碰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咱们项目2，就 OK 了，好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刚刚那个女生，她，我跟你说，听说她跟邱总好像有什么关系。邱总，你想啊，项目1部他是那么好进的吗？都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东西。不可能。那你就走着瞧吧。行了，咱们赶紧回部门吧。有周总的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。一定愉快。我去取下资料。我的秘书今天第1天上班，还一团乱呢。稍等啊。好啊。对不起，周总，我迟到了。你谁啊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再不说话，我叫保安了。你给我转过来。我警告你啊，我玉面小飞龙不是好惹的。我叫你给我转过来，听到没有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不转过来的话，我打你啊！小飞龙，你就是以这个方式迎接你的邻间哥哥吗？好久不见了。
来，让我们拥抱一下。还真是你小飞龙的反应方式啊！郑秘书，你在干什么？郑秘书，那力气可真不小啊！林经理，医务室我也陪您去过了，您还想怎么样？哟，这是你们星辰的待客之道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去跟公司申请一下您的医疗赔偿问题，您觉得怎么样？算了，别跟个刺猬似的啊！我这人习惯以德报怨。来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麻烦了。不麻烦。我说了不用。天也不早了，这么晚了，让一个男人送我回宿舍，我身边的人是会误会的。你怕谁误会啊？你们家门口爬着的小强，还是你家邻居旺财啊？我最讨厌你这样油嘴滑舌、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。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？看来刚刚那记讲悲哀的还不够是吗？对于你这种人，我下次应该换一个更有创意的方法。哟，看来说到你的痛处了。还真有这样的一个人。谁呀？不管那个人是谁，反正不是你。你走的这7年，我过得不知道有多好。我谈了一场要死要活的初恋，挥别了曾经想要托付终身的渣男。还好，这2550多天你都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也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，不然我真的会忍不住把这些快乐和幸福通通都告诉你。林静，我真切的感谢你带给我的这一切，谢谢。对了，你不会以为我还在乎你当年的离开吧？千万别这么想，我一点儿也不在乎，真的。既然你是星茂的项目经理，工作很忙的，我很抱歉让你浪费时间在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旧人身上。我们就此告别吧。别吃了，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师傅，怎么了？你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我什么时候同意过这笔经费的支出？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后勤部已经开始筹备这次活动了。就等我回来之后签字同意，然后报到董事长那里。年会每年都会搞，董事长说过，不认同他们以往那种铺张的方式，让大家注意。邱继阳很聪明，不会趟这趟浑水。刚才我问他们了，
是谁同意在我回来之前就开始筹备的？后勤部、财务部、项目一部的人异口同声地说，是你亲口说的，周总一定会同意的，对吗？郑秘书，你可真行啊！啊，上班没几天就敢拍这种板了，要不以后你坐这儿？我没有让他们做前期的准备工作。你别说了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看来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你这个岗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谨言慎行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宁可不说，也别让人抓住画柄，记住了吗？可是李姐告诉我，邱总说过您会同意的。这种话能信吗？邱继阳那么多年在办公室是白混了，啊？后勤部是料定我不会同意的，拿你做个垫背，来个先斩后奏，让我在董事长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一定是李姐领会错我的意思了，我现在就去跟她说明白。站住！让后勤部的李姐，还有负责这次活动的经手人到办公室来一趟。躲到那个后头去。会计出了。进来吧。周总，您回来了。周总，我是项目一部这次负责审批的人。这次的年会是怎么回事啊？周总，这次的确是我做的不对，可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因为我知道您出差在外，我不敢打扰。可是等您出差回来吧，我这个筹备时间又不足了，所以呢，就过来问郑秘书什么意思。他说周总一定会同意的，那我就想，一定就是您的意思。但我绝对没想到，小小一个秘书，居然敢擅自说这种话。我们也是听了郑秘书的意见，才敢通知财务部同意垫资的。李慧君，你说什么呢？这种谎话你都能说得出口？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这个国家，对得起你的父母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，指鹿为马呢？你赶快给我澄清，不然我就扒你的皮，拆你的骨，喝你的血！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意见了？什么意见？哪门子的意见啊？还有你，我把你当做大姐，你问我意见，我告诉你我的意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的意见是周总的意见了？你们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啊！师傅，是他们信口雌黄、胡诌乱说、搬弄是非的，我凭什么要闭嘴啊？我就是要说出事情的真相，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胡说八道！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啊？会的成语很多是不是？好啊，今天回去之后，用成语给我写一篇5000字的检讨书，我看你还有没有那么多怨言。你现在只需要说3个字：对不起。我，好了，都出去吧。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 哎，薇薇，你这地下室也太冷了吧？啊，我一个人特无聊，快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。哎，薇薇，娟呢？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？哎，薇薇，我可想好了，常住在你这儿也不是办法，我准备搬走了，找了一个新住的地方。在走之前呢，我买了一只烧鸡，准备跟你们俩一块儿过圣诞，怎么样啊？哎，薇薇，这娟哪儿去了？你能不能别跟我提他了？
算了，这件事情跟你也没什么关系。我只是不想和他那种人住在一起了。我一想到我跟他住在一起，我就来气，浑身难受。你说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你想想看，你刚搬进来的时候他是怎么羞辱你的？只要是个人都不能忍。那个，薇薇，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说都是大学同学，有话好好说呗，有什么解不开的？哦，对了，薇薇，下午有人送台电暖气过来，说你参加纯纯酸奶的活动中了大奖。我根本就没喝酸奶。不能呀，我还扫了一下，这3000多呢。哎，你要不要？我可拿走了啊！我新搬的家可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娟儿，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。我也是到今天才知道什么叫防火防盗防闺蜜。哎，干什么呀？小打小闹就算了，还当真了？别动啊！娟儿，娟儿，娟儿，圣诞快乐！你搞小动作陷害我，就是土木工程师的大爱，我就是无耻。至少我不会像你一样做这种事情。李佩娟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和李姐串通起来，在周总面前陷害我的？我一直都是这样，你又不是才知道，所以你每天都说软软才是你真正的朋友，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过你的朋友，所以你才天天骗我。你明明有后台，你为什么瞒着我？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的后台就是周总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，最受欢迎的，所有人都向着你。软软向着你，小北向着你，许开阳向着你，张开也向着你，我算什么呀？我不要脸！你满意了吧？算了。就是因为你这样，你才没有一个真心朋友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心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朋友。哎，薇薇，哎，我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节目，还没有表演呢。中国最大师高空舔脚趾。娟儿，这大晚上的，这天那么冷，他一个人，你让他去哪儿啊？你还不追他？走，你也跟他一起走。我的前途不需要你们这虚伪的朋友。还有，今天不是什么 Christmas， 是 Christmas Eve， 笨蛋！娟儿，哎，娟儿，娟儿，哎，娟儿，开门啊！娟儿。
呦喂，你吓了我一大跳！你怎么在这睡？这是公司午休的地方，马上要上班了，你赶紧起来吧，被别人看见不好。快收拾东西走。这是公司，怎么睡在这里的啦？现在的姑娘真不像话。哟，郭二早啊！哎，老刘哥，你今儿起够早的呀！哎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哎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我跟你说，你必须得跟我去，知道吧？哎，谁这么早啊？哎，快，怎么了？花西扣，咱公司哪男同事没有？你别躲了啊！你要不出来，我可就撞门了啊！我数3、2、1啊！3、2、1，微微，微微。搞什么鬼啊？啊！所有员工都看见你穿着睡衣从男厕所里出来。星辰成立了这么多年，像这种奇葩的景象，大家还是第一次看到。我从宿舍搬出来了，暂时没地方住，就想在公司住2天。胡闹！哪有员工半夜住到公司里来的啊？行了，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了。今天搬回去。知道了。师傅，这是我写的成语检讨书，写不了那么多成语，就写了几百字，你凑合看吧。好，那我就凑合着看看。去吧。喂，林经理，啊，你说。
天晚上还住在公司里啊？我提醒你啊，你得注意一下，否则的话，小心我临时变卦送你去设计组，送你回工地搬砖。哎呀，别呀，又不是我自己愿意住在这儿的。我真的是无家可归了。哎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喂，后勤部吗？啊，咱们公司的公寓宿舍还有吗？对，单人间，一室一厅的，帮我找一间。谢谢师傅。你给林经理介绍一下。周总，那个我刚刚跟建材公司确认新的建筑材料，所以确认完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时间来不及了。今天林经理来，主要想了解一下公司现有的项目，你帮着介绍一下啊。郑秘书，辛苦了。虚伪。什么？啊？我说，不客气。林经理，我有事还要回一趟公司，有什么想了解的，让郑秘书给你介绍一下。小郑，啊，周总，有什么情况你给林经理介绍一下啊。哎，对了，林经理的电话你留了吗？哦，林经理，你的电话是多少？哎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哦，一会儿你留在这儿陪着林经理啊。给他介绍一下情况。师傅，不用了，他是从国外回来的高材生，根本就不需要我给他介绍。哦，他的情况你知道的挺多啊。我就是随便了解了一下。师傅，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回去吧。好好在这儿给我待着。那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啊，再见，回见。哎，脚没事吧？用不着你操心。哎，幸好你啊，小时候把我养成随身带创可贴的习惯，现在我还保留着。你说，我们两个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，大了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？有时候我也在想，我们两个是否曾经在一起过？是否相爱过？又是否你也爱过我？现在说这些，
你不觉得可笑吗？薇薇，不好意思。喂，软软。郑秘书，周总好，林经理好。郑秘书，那天让你在工地上陪着林经理，跑到哪儿去了？那天是我临时有事儿，让郑秘书先回去了。哦。哎，但我今天有空啊，不知道今天郑秘书可不可以陪我了解一下星辰呢？啊，周总，借您的秘书陪我一天，您不介意吧？师傅，当然没有问题。林经理，你打算从哪个项目先考察呢？郑秘书，你定吧。啊？还是林经理决定吧。林静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来见我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林静，我们就不能平平静静的装作互不相识吗？你就这么想跟我撇清关系啊？当然，我希望我和你之间互不相欠，从来都没有认识过。好啊，那就看看你明天的表现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一天。什么一天？给我1天的时间，跟我谈1天的恋爱。林静，你有病吧你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却根本没有谈过恋爱。明天是情人节，你也不想自己孤独寂寞的过吧？总之，过了明天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纠缠你。见过师叔。师叔，你怎么了？和林静重逢后的日子里，白鹿寒被玉姬子所杀的悲凉下场，总是出现在梦里。梦里的玉姬子，也总是林静那张狰狞、可恨的脸。早安，女朋友。你有病啊！情侣之间必须做的第一件事，和对方说早安。早安。嗨。林静，你是不是非得毁掉我的周末呀？你车呢？今天不开车。情侣之间应该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一起坐公交车，你不知道吗？走了。放开。
我哥哥说要给您让个座。情侣之间必做的第3件事，一起逛超市。这常温酸奶不用放冰箱里，有没有常识啊？哎，这放冰箱里。情侣之间必做的。就是一起做一件最刺激的事。来追我呀！我要追你了！林静，林静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疯了呀？林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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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这么做有多危险？你不是答应我这次回来再也不会轻易消失了？答应我的事情，你就应该说到做到啊！说好了，你一定要说到做到。说到做到。傻瓜。
笑吗？要是你的手一辈子都这样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我答应过你，我不会死，要好好活着。哎，我是因为答应你才这么做的。反正好话都被你说完了，我们说好的，就1天。政委，这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？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一天一天跟我算，你就不能多照顾我几天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伤1天，你就要照顾我1天。你又没死，是你不让我死。我想喝水。啊，别都吞进去啊！口渴了。我要喝酸奶，就在那儿。自己喝。我这手动不了，你喂我。哎，勺进来呢？勺进去。别动啊！哎，好，咱们走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周总的秘书，不是你的佣人。医生说了，你只是轻微的骨折，仔细休养几天就好了。哎，你服务也太不专业了，都不帮我擦擦嘴你就走。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重新再来一次的勇气。你知道吗？我最欣赏的就是那些为回家的丈夫跪着递拖鞋的那些日韩系妇女，她们是最好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妇女美德的，啊，不像现在的一些年轻人，还没有结婚就搞在了一起，这算什么？
啊，这是对婚姻的不负责任，对家庭的不负责任，对未来丈夫的不负责任。啊，我想先去一下卫生间。哦，好好好，来，请。哎，单买了吗？郑薇，许开阳，真的是你啊！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老同学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别说了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，我就为什么在这儿呗。真没想到能在这个地方碰见你。对呀，我也没想到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人家跟我妈说星辰总公司的女秘书特别能干，我妈一听就来劲了，非逼着我过来见见。她说姓郑，我当时一想，姓郑。不会是郑薇吧？结果没想到真的碰见你了。得了吧你，许开阳，我还不了解你呢。你肯定是听说这个公司的女秘书长得特别的漂亮，然后你才来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有自知之明，我们男人是非常专一的，永远只喜欢17、18岁的少女。你看看你的眼角，皱纹、法令纹。不可能啊！我刚刚才去厕所照了呢，怎么可能会有呢？我哪儿有啊？你是不是快奔3了？我才25。那你可得好好保养保养，你看你像52的。哎，好。哦，我听老张说，后来你也出国了。是。当年，我爸想让我去星辰上班，我怎么可能听他的安排？所以，自己买了张机票就出国了。哎，不过我后来听说，我原来把陈孝正的位置给顶下来了，但也不知道最后便宜了谁。那件事儿，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唯一赢了他的。我输了。输的连点儿都不剩了。你看，我现在都已经沦落到要靠相亲来解决终生大事了。哎，话不是这么说的啊。自打我毕业之后，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什么事情都是有两面的，爱情也一样。就像失去了一棵歪脖子树，就能赢得一大片森林似的。说谁歪脖子树呢？你啊！哎呀，我看你脖子还歪不歪？脖子歪也是被你的风筝线给缠歪的。你还记得这事儿呢？当然记得了，不然呢？哎，你说你都已经拥有整片森林了，怎么还来相亲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的后宫佳丽都是有家训的，不许争风吃醋，不许宫斗争宠。你是我皇太后钦点的佳丽，我肯定要给面子。
谢主隆恩。微微，旁边那个歪脖子的那个男的，我刚才看见好几次都盯着你，什么情况？我去补个妆。哦。你跟郑薇相亲？是啊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哟，林静，真巧啊！我跟刚刚那个男的是不是你轰走的？哎呦，这脖子疼的，你轻点吧，哎呀，演够了没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凭什么你送他啊？你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状况，你还送他呢？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就是，哎呦，我这胳膊疼，脖子疼，微微赶紧送我，快！不是，我说你是不是借题发挥？你这碰瓷儿啊你！哎呀，开阳，要不我就今天你不用送我回去了，免得你的后宫佳丽3000误会。这有什么可误会的呀？他们一个个的锥子脸大长腿，你有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有。哎，可以了啊，别在我面前打情骂俏啊！我跟你说，郑秘书，我实在挺不住了，我这说倒就倒，你看，哎呦，晕了，说倒就倒，快送我回去，来，迟老师，快，啊！好了，开阳，我先送他回去，今天就不用你送我啦，先走啦。走啊，你腿又没坏，快走。密码4个1。不对，哦，是4个0。反正我已经把你送到这儿了，自己在这儿待着。1989-1028。干嘛？我要洗头。
没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弄我眼睛里了，快点，你帮我吹吹，左面这个，对对对，快快快！哟，你要吹我右面眼睛里，快快，这个眼睛，大点力吹吹。小心翼翼间，有一次在。贝贝，你手好了。哦，是。baby。贝贝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中西城市的记忆玻璃窗，一个像秋天里，每一站都是个黑色的你。当时青春年少，我们相遇太早，紧紧牵手拥抱，都是太。